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投资频道。这是一个干货满满的频道，我是你们的朋友摩西。今天我们在周末的时间里呢，跟大家重新来聊一聊 ARKK 这只基金曾几何时，方舟基金旗下的 ARKK 呢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投资标的那么这个呢是在2020年、2021年的事情。随着2022、2023年呢，美联储大幅的加息ARKK 的辉煌呢不再，逐渐呢归于平庸甚至表现呢还不及其他的科技股这呢 ARKK 呢目前乏人问津，在市场上的拥趸呢也并不太多了目前这个阶段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重新来说一说 ARKK 看看它本身的涨跌里边的最大的秘密在哪里借此呢，我们就可以衡量对于 ARKK 投资是否有机会。如果你还不太了解 ARKK 这只基金摩西在这里呢，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它的主要投资兴趣呢，是在于投资那些所谓的创新企业那么这里边的创新呢，是指它的创新的技术呢，能够在未来颠覆现有的市场和产业的格局。也就是说，目前呢，以极低的资金呢来投资这些企业，期望在未来这些企业呢能够成为产业的龙头，实现呢价值的翻倍。所以我们看到 ARKK 基金经理 Casey Wood他经常呢推送他对目前市场的看法，他对行业的把握呢是非常的深刻的。那么这支基金呢，它还是一支主动管理的基金，基金管理团队呢会积极的挑选股票，进行呢投资组合的不断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每天他们对各只股票呢都是有操作的，这样的目的呢是寻求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我们知道投资这样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呢，它的风险和波动呢是巨大的，但是呢风险和回报呢往往是正相关也就是说风险越大回报越高。对于 ARKK 这支基金呢，它的每天的交易情况都会在它的网站上或者是通过邮件呢向所有的投资者公开，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一支专业的基金呢是如何运作的，这无疑呢是对散户呢有很多的启发性作用。我们知道在2020年、2021年呢，很多的投资者就是跟着这样的操作呢进行抄作业但是能够赚钱的呢摩西认为并不多，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只基金所投资的中小企业，他们涨跌的秘密在哪里。这个呢就是今天摩西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ARKK 所投资的重点包含以下几大部分。首先呢就是健康科技，那么这里边呢是基因编辑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方面呢是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源科技呢是新能源技术和能源储存的解决方案，消费技术呢是电子商务和社交平台，金融科技方面呢是数字支付、加密货币相关的技术这些呢都是 ARKK 所关注的公司。同时你看这些技术呢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所支撑的，也就是说要不断的融资。这里特别要强调ARKK 是适合那些寻求长期增长，能够承受高波动性和对创新领域有深刻理解、认识和追求的投资者。但是对于那些寻求分散风险和稳健增长的保守投资者而言呢，这支基金并不是他们的菜。所以很多人拿 ARKK 和巴菲特的基金进行 performance 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巴菲特的基金上的表现呢是稳步增长，但是呢ARKK 呈现了大幅的波动性，甚至在最近2年呢是增长非常的差劲或者是负增长。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并不说明 ARKK 的投资价值是没有，反而呢恰恰说明了 ARKK 的最佳投资时机呢逐渐的来临。
好，我们可以看到 ARKK 它的持仓最大的呢是 Tesla 11.5%，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Coinbase 9.01%，接下来是 Roku SQ Path。那么像这些公司呢，都曾经是在市场上呢炙手可热。像 Tesla 呢，在今年的表现并不佳，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电动车行业呢，在2024年形势基本上是走空的形势。Coinbase 呢，要好很多，因为得益于比特币的现货 ETF 的发售，以及市场上对于比特币交易这样的更加的活跃啊，这无疑助长了 Coinbase 的股价的上升。那 Roku 呢是曾经是相当坚硬的一只股票，那么目前呢还可以。好，我们可以看看 ARKK 呢，它在 Tesla 上的操作可以看到每天呢对 Tesla 呢都有操作股价下行的时候呢是以买入居多当股价上行的时候呢是以抛出为主。我们可以看到 ARKK 的基金操作是当 Tesla 越跌的时候呢是加大的买入当股价稍微上涨的时候呢进行卖出的操作。当然基金的买入和卖出呢跟我们散户呢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它首先对于风控方面呢有很严格的要求每只不能超过总仓位的 10% 所以这个对它的操作呢其实还是有些影响。所以你会看到当反而是股价低的时候呢是在卖出股价高的时候呢是在买入。那么这个呢是跟我们散户操作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很多的限制当然如果你只是去追踪 ARKK 的个股的表现，从而想知道 ARKK 它的涨跌呢，这是一种方法，但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这里呢，摩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最关键的方法。我们下面来看 TradingView 里边的 ARKK 的走势。好，我们先从周线来开始看这里呢，摩西给出了一个关键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这条橘色线所表示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这里呢？因为10年期美债收益率表示着市场上融资的利率，也就是说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说，如果要发展就要不断的融资，但是融资的成本影响着这些公司的发展。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曲线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当 ARKK 向上大幅飙升的时候，对应着利率的水平呢是相对较低。当利率开始上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 ARKK 开始是向下走。那么随着美联储加息，那么这个加息呢是从2020年的9月份一直到现在，你可以看到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一直向上走的趋势，对应着 ARKK 呢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趋势，对不对？真正影响着这些企业的，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关键命脉是在于利率水平的高低，特别是对这种中小企业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要超过了大的科技企业。那么从目前的利率水平来看，最高值是达到了 4.9%， 将近 5% 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呢是在什么时候达到的呢？是在2023年的10月份。那么由此之后呢，预期美联储将开始减息，随着通胀的粘性逐渐的显现，我们知道减息的过程呢是逐渐的被推后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呢，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开始回头那么基本来到了前高，也就是 4.9% 左右，开始呢向下的一个回头那么我们纵观前面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5% 呢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基本上是一个顶的水平，那也就意味着 ARKK 呢来到了一个底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的几年内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可以缓慢的下降到 2%、3% 这样的一个区间呢，我们可以预见 ARKK 呢会逐渐的拉起到
70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这个呢是对于 ARKK 长期走势的一个看法。实际的操盘呢，我们还是要按照指标进行操盘。那么摩西在阿尔法投资频道所力推的呢是趋势投资的方法，也就是 ATR 的趋势线投资方法。我们这个投资方法呢，在教学视频里都有详细的阐述。当这个股价在趋势线之上呢，认为它是多头的趋势；股价在趋势线之下呢，是一个空头的趋势。如果你做多的话呢，只有它突破这个空头的走势之后呢，你开始做多入场。那么入场点呢，应该是靠近这条趋势线的时候呢，入场，而不是说当它拉起到最高地方入场，那这个呢是完全的错误。这个投资的方法呢，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对长周期的这种投资对于日线和周线来说是更加的适合这样的投资方法。首先呢，它的操作次数呢就非常少。其次呢，对于周线来说呢，它不像日线有跳空缺口那么周线呢是几乎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存在，所以它的连续性呢更好。对于这个趋势的这种把握呢是更加的容易所以如果你认为它在40块钱左右是它的一个横盘上下波动的一个中线，那么在这里进行建仓呢，并不吃亏那么如果它能够跌到更低，在32左右呢，那是一个非常黄金的入场点。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这个时机在2023年的10月和2023年的1月呢，有2次这样的机会，能够把握的人呢并不多绝大部分人呢应该是在40块钱左右，有着充分的建仓机会那么当它如果逐渐拉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它的这个目标呢是在70到80左右。如果它能拉起的话呢，我们当然还是要跟着这个趋势向上走如果它跌破趋势呢，我们是要暂时的离场，这样呢保证我们的利润呢不会受到损失。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趋势的方法进行投资呢，上涨趋势呢是甩不掉你，下降的趋势呢又套不住你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说了它的与利率的相关性，对于一个长期投资。那么短期呢，我们就是无疑是要做它们周线上的波动性也就是说它的在趋势线上离趋势线最远的点和这个趋势线之间的这一个价差，那么这个呢是短线上我们要拿到的波动性那么如何去拿到这个波动性呢？我们可以通过更短周期比如说像在日线上的一些操盘呢来拿到。那么在日线上看呢，它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和它的这个相关性呢更加的清楚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ARKK 逐渐的有个向上的一个拐弯的动作但是你看到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有向下拐出的这个趋势所以你知道在这里的入场呢会获得一定的利润。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期权呢来进行加大或者是减小波动性至于具体的实操呢，欢迎大家加入阿尔法投资频道 Discord 群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的分享和更多的交流。好，这个呢就是今天摩西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欢迎订阅阿尔法投资频道，给摩西的视频点个赞，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